直播间，男人顶着明晃晃的吻痕，招摇又风骚。弹幕炸了，哥哥，你脖子上是什么？问就是蚊子叮的。他轻声念了弹幕，含笑，眼神灼灼，转头瞧我。网友问我脖子上是什么，我随口应哦，把我们带货的商品摆得整整齐齐，看着直播间暴涨的观众，手都止不住的抖，抓紧卖货。他没动作，撑着头，眼神深邃不见底，无辜又委屈地瞧着我。弹幕不停地飘，几乎都是讨论他那骚气的吻痕。购买的订单也少了不少。是姐姐亲的吧？啊，磕到了，耽误我卖货，断我财路。南湖离京，我们不讨论私生活哈，专注卖货，我专注搞钱，没察觉到他的骚动作。他穿了一身白衬衫，解开紧紧勒着脖颈的扣子，颈下的锁骨凹凸有致，漂亮，可惜上面满布吻痕，活生生一个被家暴的无辜样。还欲盖弥彰的捂着，嘴上假惺惺地说着我们不是情侣关系的，大家别乱猜了，完全没有信服度，还不如不解释。弹幕炸了，全屏的啊！网友的注意力全在他身上了，哪有什么心思买货？这手法，姐姐 A 爆了！隐形的秀恩爱最为致命。哥哥好绿茶呀！我看着屏幕瞧了好一会，看着形势是没法停下来了，只能人为降火。他是我后爸，我妈还挺老当益壮的，让网友们见愁了。我全程平静解释，如期而至刷屏的问号。后爸，我不信，我磕的 CP 就逼了，就小哥哥这缠绵的眼神，后爸。不可能，我通通忽视。继续，这7成都是我们一个个饰品从几十种品里面挑出来的，质量有保障，个个鲜美多汁。要是大家收到坏果，7天无理由退货。江志礼一脸幽怨。10秒后，直播间被封了，多半是因为他那愈加猖狂露出的锁骨和隐隐的腹肌。我一把扯过他的领带，恭喜你成功进阶成乞丐。我假笑，要是直播数据不够出色的话，我们俩饭碗都得丢。姐姐，滚回你的狗窝！我气死，摆了摆手。转眼就被手上的一股力气拉进怀里，他眨了眨那亮晶晶的小狗眼。姐姐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炫耀姐姐给我种的草莓，让别人嫉妒的绿茶。茶言茶语，我不吃这套。姐姐真的要我走吗？那我走了以后，姐姐记得要好好吃饭。姐姐不爱喝水，我帮姐姐买了一个好看的杯子，还有今天早上给姐姐炖的排骨汤，姐姐记得喝。手上的那股力道消失。转眼，一只可爱的小型狗狗趴在我怀里，用软软的毛发轻轻蹭着我，粉嫩的舌头舔了舔我的手心。湿漉漉的大眼像是和我做最后的告别。傻子才会心软。他用尾巴轻轻扫着我的小腿，痒痒的，很是挠人。完赖，谁能抵挡得住小狗的撒娇啊？再留你一天就一天，我没忍住。我收留他的时候，他信誓旦旦说自己是招财狗，可收养他的这半个月，他不仅没有帮我敛到半分财，还把我活生生吃穷了。对，就是吃穷了。这大少爷狗粮只吃进口的，价格是普通狗粮的几十倍，嘴刁得很。我某次把普通狗粮和进口的混在一起，他竟然精确的一颗颗挑出来。自那以后，他大少爷的形象深入我心。少爷又开始作妖，他幻化成人样，嘴角藏不住的笑意，直拉拉的敞开双臂。我做错了，姐姐怎么对我都行，脸上绯红。我忽地想起昨晚，她也是如此，一副随我摆布的模样。那晚酒性大发，确实对她不好。等到封禁时间一到，立马开播。开播前，把我的黑色外套丢给他，遮着你那丢人现眼的玩意。我说的是他那青青紫紫的锁骨。可等开播，我看见网友的弹幕懵了。姐姐占有欲这么强，已经挠不到姐姐霸总上身。我不允许我的男人被别人女人窥探。我回头看，才知道徐志远用黑色外套盖住自己的脑袋，弯着腰，垂着头，一副受尽欺负的模样。你在干什么？我极轻的用气音问。姐姐，我照做了，你下播可以不惩罚我吗？他声音不加掩饰。惩罚说的是赶他走吧。我敷衍地点了点头。可弹幕疯了，什么惩罚？我不差这点流量，告诉我。什么 play？ 小情侣奇奇怪怪的惩罚，把他头顶的衣服拽下去，受不了这氛围了。强行忽略弹幕的压迫感，自顾自地卖起货。下播后，面对比之前惨淡1倍的销售量，我怒了。说好的招财呢？对呀，招财。他眼珠咕噜噜一转，赚钱这是切不可着急，得选一个良辰吉日的。姐姐，你看我们的观看人数是不是上升了？我愣愣点了点头。这都是潜在客户，他们还在观望，有人在就不愁没人买了。姐姐，你肯定可以暴富的。我勉强信了他的鬼话，可能是穷怕了。我平生最大的梦想就是搞钱，家里财神爷的雕像都有7、8个。终于在某个夜黑风高的夜晚，我得到了一只号称是招财狗的泰迪。起初我把它捧在怀里，处处迁就。后来我瞧着那小狗一副大爷的姿态命令我，再瞧了瞧我的余额，感到了不对劲。他不爽，小腿蹬了蹬我，心安理得地躺我床上。我的小零食呢？他架着床上桌，津津有味看着下饭综艺。
你不是说今天良到吉日，我适合暴富吗？他按了暂停键，装模作样掐了掐食指。由于你的小零食供给不够，这件事稍后再议。我怒了，再信你，我是狗，把他赶出门，他这才老实起来。在我家门口扒了3天门，我才重新收留他。我算到了一个商机，这年头直播卖货赚钱，我不信。他高高举着双手，可怜巴巴。姐姐，我现在哪敢骗你？在他的再三担保下，我才花了大几千购买直播设备，开启直播带货之路。距离那天被网友调侃已经过去整整5天了，我们成功赚到5元，还不能提现。我真的怒了。江志礼悠哉地放下手中高档零食，姐姐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我随手拎一本书砸他身上。我只知道再不急，就真的豆腐也买不起了。问微信余额32元能做什么？这还不好办，出去捡钱呗。他轻蔑一笑，我觉得稳了。这只招财狗终于要带我做正经玩意了，买彩票还是做生意？结果没想到，他递给我一个黑色袋子，一堆纸箱子在身侧。捡垃圾，姐姐如今行业内卷啊，我们招财狗的生意也不好做，好工作都被提前抢走了。体谅体谅，我体谅你 TM 的，这工作很好的，一天能赚个好几十呢，我谢谢他呀。我越想越不对，你这招财是不是每天只能招几十？姐姐，他澄澈的眼神盯着我，你没问我的，我扶额。绝，一脚踩扁一个塑料瓶，加油努力干。没想到直播卖货没火，靠收垃圾火了。不知道是谁把我们俩收垃圾视频发出去了。2个大好青年流着汗，烈日炎炎下辛苦劳作。就我那几十个粉丝，还真有人认出我来，疯狂安利。我看着霸榜的垃圾一姐称号，笑不出来了。事情逐渐开始走偏，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了。网友把我们 CP 炒得火热，叫垃圾家族，听起来极其别扭，可还真有那含情脉脉的感觉。男人穿着一身黑 T 给在劳作的女生递了杯水，眼神满是宠溺，尽管自己已经渴到嘴皮干裂，可爱情就是如此伟大。我想应，当时明明是江志礼大少爷矫情，觉得那瓶水的层次太低了，不愿意喝。我扭头，刚打算和江志礼一起嘲笑网友的想象力，没想到他又去浴室了。我真感觉他不是招财狗，而是一只狐狸精。果真他随便披了件浴袍就出来，冲着我笑，拜托，我是个24岁正常的女性，姐姐，我找不到衣服了。他一脸无辜，我是事业女强人，我爱钱，钱爱我，钱快点来，洗脑成功。我坦然望向他，他头发还湿漉漉的滴着水，眼神说不尽的纯情。我就放浴室门口了，盯着那32元不一眼。真的没有，不信你看看。我找了又找，上下翻了翻，抬眼看见江志礼饶有兴趣的眼神，倚靠在浴室门口。怎么感觉他挺开心的？他在耍我。我上头把他浴袍扒了。我懵了，我吓得好几天没见他，躲在房间里直播。靠着捡垃圾的热度，我最近直播的人数有所上涨，从最初的100个人已经到了好几千。不过评论出奇的统一，我们垃圾一哥呢？姐姐和他分手了。看看一哥，我咧着笑容，打着马哈，他捡垃圾呢，今天没空。不信，让我垃圾哥出来。好几天没见垃圾哥了，什么鬼？我汗颜。大佬登场，看一眼刷一个嘉年华，这我就来劲了，哪管什么前仇旧怨，张嘴就来。江志礼出来转，露一下面，粉丝想见你。他像是早有预感般，一早就在门口等着，手里捧着手机，手机上淡粉色的灯光打在他脸上，还没等他露面，一个嘉年华已经刷了过来。我脸上藏不住的笑意。他悠悠走来，嘉年华的特效却没再出现了。一个嘉年华也可以赚好几百了，养这只发财狗还是不错的。接下来几天，我把直播事业做得如火如荼。那个大佬每天光顾我的直播间，也不留恋，人很钱多，砸几个嘉年华就走。爱惨了。我看着江志礼那不变的白 T 和白衬衫，还是我哥留下的旧衣服，他的脖梗上都起了红疹，果然是大少爷，身娇体嫩的。算了，给他买套衣服吧。江志礼，我听见我的声音颤了颤。怎么了姐姐？不对劲。我狐疑走去，恰巧我手机的联系人发来了消息，小黑子死去的前男友又复活了。我服了，扒了扒聊天记录才发现，前男友梁泽看见我的直播找我签约，他是娱乐公司的董事长，按理说签约小网红这种事情不该他来费心的。江志礼很狗，不好意思，有男朋友了，他不让。那个白总吗？你真听阿姨的去相亲了？他年纪很大了，你别这么傻，除了年纪小，我男朋友什么都大，我服了。看着小黑子发来的一个和江志礼面面相觑，你干的好事。姐姐，这个人肯定是那种骚扰漂亮主播的，我帮你赶走了，他还得意上了。谢谢啊，我皮笑肉不笑，这样他就知道你有男朋友了，肯定不来骚扰你了。要是还来这种人，就是不要脸，思想品德败坏的小三，插入别人爱情最恶心了。话还没说完，手机上又弹来一条消息，见一面吧，不要脸的梁泽，我们谈谈。我本来不想答应的，可无奈梁泽出的条件太好了。
谁能和钱过不去呢？不过搞不懂江志礼闹什么别扭，阴阳怪气。姐姐如今有公司了，赚大钱，哪里还需要区区发财狗？我也帮不上姐姐什么了，我顶着头皮带她去。刚好和梁泽圆谎，我不想在前男友面前拉垮，尤其是他。3个人在咖啡厅，气氛焦灼。他好像并不打算谈生意。倩倩，这是你新男友？梁泽还是如从前一般得体，永远带着温柔和煦的微笑。他对我永远像长辈一样，带着训斥高高在上。小男孩还小，可别玩弄他感情了，差不多得了。他总觉得我是小孩，可能是他比我大上8岁的年纪。叔叔，您不说话，我还以为你是他父亲呢。这么喜欢教训人，姐姐怎么就玩我了？姐姐真心喜欢我，看他亲的，他扒开一点衣领，露出红痕。那天晚上死死扒着我不放手，贴着我脖子亲，死都不放手。叔叔还要听细节吗？救命！他怎么这么嫩？这印记还在。还有，就算是被玩，我也甘愿被姐姐玩，关你屁事！我羞愧的眼睛盯着地，不敢抬头。他是父亲的商业伙伴，也算是看着我长大。小男孩说话总是冲了点，不过脑子。我听完这句没忍住。不关你的事。我拉着江志礼的手就打算走，这是我第2次违背他的意愿，第1次是分手。我想我不该来的，人再怎么为了钱，也不能连尊严都不要的。我和梁泽并不是自由恋爱，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他的童养妻。父亲和他关系不错，总是想把我塞给他，时不时打着马哈的繁忙，直接把我丢进他家。我的童年大半是在梁泽家里度过的。16岁那年，我知道了繁忙背后的真相。父亲想让家里的事业更上一层楼，最好最佳的方法便是联姻。我是他们商场上的牺牲品。自然，刚满18岁生日，我就被要求和梁泽在一起。和梁泽在一起，我感觉我不是个堂堂正正的人，而是可以随便变卖的商品，是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被放弃的存在，是那几万块钱就可以随便敷衍的玩物。我坐在车上，看着掠过的高楼大厦，却没有我的归宿。我也早就回不去家了。江志礼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腕，笑得傻气，把手掌摊开。姐姐，你看，里面几颗歪歪扭扭小爱心的石头。听说你们人类表白都要送爱心的，傻子。狗和人有生殖隔离的。我抱怨，这又不值钱的玩意，还是把它收到包里，用纸巾包了包，下次直接送我现金谢谢。一只狗懂个屁爱情。我从来不把他的话当一回事。姐姐，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的。许是我手抖得太厉害了，不然怎么会沦落到被一只狗安慰？我展颜一笑，好像无事发生。我不需要你陪，我回家后就立马开了播。天大地大，赚钱最大。网友们依旧起哄。许是见了梁泽，赚钱欲望达到顶峰。网友之前的提议我都一一采纳，只为了多一些打赏。垃圾一姐唱个歌，垃圾一姐表演才艺 ，X156个爱心，我笑着答应。模模糊糊的感觉，好像兜兜转转，我和以前那副模样也没什么两样，都是求着别人给钱。不过以前是求梁泽，现在是求网友。16岁以后，我父母从来不会给我零花钱，甚至是生活费、学费都是梁泽给的，美其名曰培养感情。我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有的脸面去问他的，只记得梁泽一副运筹帷幄的神情，带着商人的奸诈，却被很好的隐藏在那温润如玉的外表下。倩倩，我不做亏本买卖的。我双腿弯曲直直跪在地上，任他关上，手里捧着经济学的书，一句话读错就要被抽打1次。这些是他温润外表下的恶趣味。母亲也默许了，没有人能救我。后来我满了18岁，我就开始没日没夜的做兼职。我很讨厌没钱的那种屈辱感，就好像又回到了从前那不眠的夜晚一样，像一只牲畜供他观赏玩弄。主播说话呀，我不小心同意了上麦。对面传来粗糙低沉的男声，油腻又恶心。跳个 A5 给我看看。A5 是最近很有名的擦边舞，我没有舞蹈基础。那个要什么舞蹈基础啊？你就随便擦一下，他不依不饶。我看着底下的评论，纷纷看热闹，不嫌事大。擦一个，随便擦擦，别玩不起呀。都做这行了，还在装什么？我顿时进退两难。我真的不会，场面一度僵持。忽的一行黄色打字飘过，西瓜进入直播间。是那个一直给我打赏的大佬。擦你 M 呢擦，自己想看自己对着镜子擦，为难谁呢？然后哐哐给我砸了几10个火箭，那意思不言而喻，就出那几块钱还好意思提要求，谢谢，我感觉挺没意思的，就下播了。立马接到了西瓜的私信，别管他们，做自己想做的，我永远当你榜一大哥，感觉他还挺中二的，你以后肯定会赚大钱的，加油，他是个很好的大叔。我没想到这次的事件给我的直播生涯带来了这么巨大的影响。有营销号对这次事件断章取义，营造出一个性感女主播公然拒绝粉丝的合理要求。底下的评论不堪入目，出来卖的还在这挑3拣4，哈哈哈，好笑啊！这种女人你们还给她打赏？
这种女人，我看都不带看一眼。我每天都能收到成百上千的私信，谩骂我的，谩骂我父母的都有。我关了手机，把自己锁在房间里。我也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是不是我真的什么都做不好啊？就应该乖乖的做一个傀儡。怀里窜来一团毛茸茸，江志礼很少变成圆形。我把他抱怀里，揉了揉背上的毛发。江志礼，我就想叫叫你，没想到我最难过的时候，竟然是他陪着我。他变成人形，把我搂怀里，轻轻安抚了一下。姐姐，你可不可以给我做个菜？我饿了。果然是我想多了，他就是一只狗，懂什么人情冷暖。我艰难爬起身，给他做了顿简单的午餐。刚打算回房间，就被他摆正身子。姐姐，你为什么从来不肯正视自己的优秀？你会做菜，会照顾人，还可以直播赚钱养我，和谁都聊得来，人际关系处理得特别好，赚的钱也足够养自己，独立又自主。姐姐很善良，虽然总是念叨着钱，但是对我特别好。你已经比大多数人强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劣势。他指了指垃圾桶，里面是难以描述的一团黑。你看，我就不会做菜，没有你，我什么都干不出，我连衣服都找不到。姐姐在我这里永远都是最好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想哭。我不是那种爱哭的人，糖果从来都轮不到我，所以我才会在江志礼出现的时候收留他。其实我不信这些的。网络上的议论愈演愈烈。江志礼的账号还算有一点粉丝基础，我没想到他直接用大号刚。先是发了澄清视频，可压根没有引起什么波浪，大家只是凑热闹。也许这时候真相已经不重要了，他们要的只是发泄口。江志礼气不过直接评论，网友，这女主播一看就是出来卖的，扭捏什么呢？回，脏的人看什么都脏，以为全世界都和你一样。网友，呵，这女生倒贴我，我都不要。回，那她赚了，然后完美的，我们俩一起被骂得狗血淋头。江志礼还在笑着，姐姐，现在我们就是苦命鸳鸯了。鸳鸯，我疼得从沙发上站起身。谁和你是鸳鸯？我独美。她笑了，眼睛里都冒着星星。姐姐，打字好累啊。她把手伸到我跟前，一脸骄横，要安慰安慰。我鬼使神差的真的拿起她的手吹了吹，像是哄小朋友一样，呼了口气，还揉了揉。明明更亲密的动作都做过，可我就是浑身不自在。哎呀，我在房间里怒吼，我刚才一定是被人附体了，居然还真的把她的话当一回事。我整理好神情，看着他那清瘦的手，回想刚才指尖轻碰他冰冷的手掌，不由得心动。我好像病了，悄悄红了耳尖。手机又发来消息，最近那个西瓜大佬每天都要给我发3条以上的消息，都是那种心灵鸡汤。如果生活刁难了你，你就把他踹走，去 TM 的，还挺特别的。我戴着口罩和帽子，带着江志礼去买衣服。大少爷皮肤是真的娇嫩，便宜货穿不得。姐姐，你是想包养我吗？我脑子一懵。你天天在网上学什么？一只狗天天上网，都要被带坏了。可是你天天给我花钱，还给我卖衣服，还供我吃供我住，不是包养是什么？他声音引来附近人的打量。拜托，我们还在丑闻中。那姐姐，我们是什么关系？我是你主人，对，就是这样。他只是一只小狗罢了。这样啊，他明显有点失落，不过还是笑了笑。那我还是永远喜欢主人。狗狗只有一个主人的。我赶紧把他拉走。大庭广众讨论这个问题是真的尴尬，却没能如意。身后传来一声宽厚的男声：倩倩，梁泽，我们谈谈每次我做错事他都会来这句。我对他的感情很复杂，感谢他这些年对我的照顾，又忍不住害怕他。我跟着走了。倩倩，你这次事情负面影响很大。他戴着金丝眼镜，扶了扶镜框，那双眼眸深情又眷恋。叔叔阿姨很生气，他在威胁我。对不起。他立马笑了，手有节奏地打着木桌，压迫感十足。这段时间闹够了吧？玩够了就回去吧。他觉得我是他圈养的金丝雀吗？我倔强开口，被江志礼抢了先。大叔，你是什么朝代过来的呀？他阴阳怪气，模仿梁泽的口音，还玩够了就回去？你以为你是什么大家族啊？谁稀罕你那点破钱？江志礼瘫坐在沙发上，坐没坐相。我第一次觉得他这副模样那么顺眼。他随便丢了张卡出来，大叔，这是200W，算是还以前的恩情了。你别管他了呗。动作潇洒，语气散漫，妥妥贵族大少爷模样。帅是帅了，可是问题还没有解决。如果网上的风评还是这么差的话，我就没了经济来源。西瓜继续给你打赏不就好了？这样不好的，我不能逮着一个薅羊毛啊。话说，你给他丢的卡有多少钱啊？200W啊。他脸不红心不跳。200W，我现在去捡回来还来得及吗？哭了。你有钱还用我的，不知道这对于一个穷苦的孩子来说伤害多么大吗？直播不行，我开始找后路了。在直播这个月，多亏了西瓜大佬，我也算有10W了，能生活一段时间。可我看着沙发上悠哉地敲着2郎腿的少爷，养他
就有点少了。毕竟家里有个小少爷，金贵的嘞。虽说他有钱，可招财狗的钱只能无条件给外人，如果要给绑定的对象，一定要通过一定的途径，比如直播打赏。这是江志礼和我说的原话。那也没见他打赏我呀。打赏？刚好今日份西瓜心灵鸡汤到场。生命的意义在于追寻，都是在放狗屁。生命意义在于享受。他的每篇心灵鸡汤好像都那么恰到好处，在我迷茫面对选择的时候给我慰藉。除了他，我不知道还有谁有这么了解我。江志礼，他眼睛瞬间亮了起来。姐姐叫我，你是西瓜吗？他窜到我身边，姐姐才发现他打开手机开始抱怨，我发了那么多视频，都是我们家的照片，留下蛛丝马迹，姐姐一点也不关心我。她一脸怨妇样，转而又笑了。姐姐喜欢我就行，也不用喜欢西瓜。傻子，我可不做好事不留名的事情，要是姐姐把这桩一件件都给那什么凉屁怎么办？我哭都哭不来，我真的服了。那你为什么不主动和我说？那显得我很计较啊。这种事情当然是姐姐自己来发现最好啦，她脑子倒是转得很快。要是没发现呢？没发现就没发现吧。那天阳光斜斜地打在少年侧脸，他笑得散漫，我好像心动了，彻底的陷进去了。我以前挺相信一句话的，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可如今我看见网友逐渐离谱的发言，这什么垃圾夫妻，不会是金主和小三的关系吧？那个男的明显小三上位啊。你不知道吧？这个女网红以前和某公司总裁谈过，现在啊沦落成这样，网友是神通广大的。江志礼也是，他花几百万压下了这个传闻，我以为总算消停了，没过多久又要爆出来，发出的澄清却一直被压着热度，群众只能看见资本让你看见的东西。我拦住了他，算了，我好像知道了。网友哪有这么闲，天天盯着我一个小网红瞧着，应该是梁泽搞的鬼。我独自一人去了他公司。叔叔，我们谈谈吧。我没想到有一天我也会主动和他说这话。他挑眉，你和你小男友怎样了？我曾痛恨他的假惺惺，如今却和他周旋，还不赖。叔叔呢？叔叔现在很想你。镜片反射出他眼睛精锐的光芒。他也许喜欢我，也许不喜欢，但绝对不爱。你要怎么才能放过我们？江志礼如今出门都会被指指点点。我不太喜欢，我觉得我已经放你足够久的自由了。他穿着一身黑衬衫，脸庞依旧温润如玉。我看不懂他。有意思吗？我压根就不喜欢你。你囚禁了我3年，难道还不够吗？是不是我要一辈子活在你的阴影下吗？我喃，后退不小心绊到凳子，摔了一跤。他伸出手把我扶起来，笑了笑，还给我拍了拍身上莫须有的灰尘。叔叔只是想给你更好的生活。什么是更好的呢？只是衣食无忧吗？他明明说过的，说我1年内赚到了100W 就放我自由。可距离期限还有1个月，他就要反悔了。那天母亲也来了，一贯阿谀奉承的嘴脸。阿泽呀，我们倩倩是不是又不听话了？我来教训她。妈，我从小就性子乖巧，几乎没有顶撞过她。你是我亲妈吗？真的是吗？怎么会有母亲把自己的女儿明码标价呢？我一出生就被标上了联姻的名头，价值千万。你个死丫头，越长大越不听话。她用食指敲了敲我的头，语气轻柔宠溺，下手却比谁都狠。我彻底失望了。办公室的房门忽然被敲响，熟悉的男声响起：梁老板，我女朋友在你这。江志礼，我吓一跳。第一次看他西装革履的模样，还有点帅。可以让我女友过来吗？他那双骨节分明的手向我伸来，拉我到怀里，拍了拍我的背以示安慰，才说下次可不要吓着他了，不然。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真像杀戮果断的职场大佬。不过我当时只是在想，他的手心真的好暖好暖。他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裤，牵着我往外走，还真有点像私奔的感觉。等出去以后，我才问，你怎么搞成的公司老板？还真帅啊。他被打回原形。姐姐，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投资啊，赚了点钱，想在我们集团申请个职务。这个事情磨磨蹭蹭办了好久才办下来，招财狗还有集团，高级，佩服。主要是我爸卡着，所以他爸爸是老板，他爸爸知道我了。我爸说追女孩的事情自己凭实力比较好，我当时如电闪雷鸣，焦透了。他父亲买通了网上的营销号，那些之前疯狂发黑屏的营销号，如今纷纷转成夸奖，网上赞声不断，我们的风评也慢慢变好，粉丝暴涨，如今甚至成了100万网红。好久没直播了，我闲得开了个直播，一开播，底下几千条评论闪瞎我的眼，倒是出奇的统一。我们要建垃圾一哥，合体秀恩爱啊！我们美美的粉丝怎么都变 CP 粉了？我瞥了瞥不远处的男人，看见他又在拍视频，懂了，8、9不离10，是因为他那些视频记录着我们生活的日常，还有偷拍我在沙发上睡着的照片。姐姐，看一下垃圾哥，求求了，为了满足粉丝的心愿。我把他叫了过来，他手自然地搂住我的腰间，我把他手打下去，皱了皱眉，别乱动。
哎呀，好甜好甜，磕到了，哪里甜了？我苦笑。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！热场，气氛越炒越热。江志礼给我打着圆场，别起哄啊！我脸皮薄，不好意思，他坦率地说出来，丝毫没有羞愧的感觉。听他们的吧。什么？他的声音明显有几分吃惊。我直接动手勾住他的脖子，把他往下拉，吻了上去。评论炸了，全在放烟花。喜欢一个人，不对，一只狗的感觉还不错嘛。和他在一起以后，我拿他手机时偶然发现，他 DY 的私密里全是对我的告白，每日一句，背对着我，用嘴型说着我爱你。有时候我甚至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背影。那天我和他求婚了，他哭笑不得。姐姐，虽说我是被你包养了，可这求婚也你来，有点不合适吧？你就说你答不答应？我语气有点冲。答应。他把我拢入怀中，终于等到你了。和他订婚以后，母亲来找过我，不外乎就是那几句。你这次找的金龟婿更有钱啊，挺优秀的，不愧是我女儿啊。或许是后面有江之里无休止的宠溺，我更加有了底气。我拒绝见他，也拉黑了他的一切联系方式。这一生有爱你知你的人就够了，也不必求谁都爱你。